爸爸。爸爸被拦腰斩断，媽媽大出血慘死在廁所，請來的靈媒被當眾撕斷手臂。到底是何等強大的怨靈，竟要出動全日本巫師集體驅魔。たとえ相手が邪道なものでも、一応は神様のようにうやうやしく迎え入れる。中島哲也即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告白後帶來最壯觀的驅邪場面。恐懼來自家庭生活的崩壞，社會結構的畸變。這不是什麼日版驅魔人，這裡藏着整個日本社會的隱痛。來るよ。呼ばれてしもてん。私悪い子やから。血在呼喚我，秀樹依然記得這是他兒時的玩伴失蹤前最後對他說的話。因為我是壞女孩，所以那東西在我睡覺時會用力拉我，他想帶我走去山裡面。如果他呼喚了你，是逃不掉的。秀樹感覺到了威脅，他掙開女孩的手，一步步後退。他也會呼喚你的，女孩接着說，因為你是個騙子。如今秀樹早已長大，不知從何時開始，他忘記了那個女孩。直到此時，他聽到了呼喚，才想起了一切。他來了，他要帶走我最重要的東西。為了除掉他，秀樹找來全日本最強大的驅魔師晴子。他通過手機指示秀樹將水倒滿盤子，放在走廊上，把家裡所有的刀以及尖銳的物品藏起來，再將鏡子全部砸碎，最後開門迎他進來，剩下的就交給晴子了。秀樹稍稍心安，等晴子解決掉他，妻子女兒就安全了。這時家中的電話突然響起，電話裡的人居然也自稱晴子。他告訴秀樹立刻離開家，如果無法離開，拿着刀站在鏡子旁，因為那玩意兒最討厭的就是鏡子跟尖銳物品。秀樹的心瞬間跌入谷底，兩個晴子到底哪個是真，哪個是假？あれは何よりも鏡と刃物を嫌います。だってそれは全部。聞こえてますか？答えないでください、田原さん。聞こえてますね。動いてください。今すぐ。動かないで。急がないと。田原秀樹さん。呼ばれてしもてん。もう逃げられへん。絶対。行こう。なんで？だってあんた嘘つきやから。怖い？爸爸。秀樹拼盡一切，依然無法逃脫，還會連累妻女。或許當初他就不該帶香奈回家，那是爺爺逝世13年祭。秀樹也想趁這個機會向家人介紹自己的女友香奈。香奈一開始還有些擔心，很快這些擔心就被婆婆的熱情沖散。婆婆直誇香奈果然是城裡的女孩，跟洋娃娃一樣，臉這麼小。秀樹發現香奈有點不自在，連忙打圓場，別嚇到香奈了。老媽一聽，還有這小子說話口氣跟東京人一樣一樣的。靈堂前，大人們安靜地坐擺着，窗外不聽話的小孩還在嬉戲打鬧。到了晚上聚餐時間，香奈正給長輩倒酒，被幾個調皮的小孩撞倒。老人立刻嚇唬道：“再這麼不聽話，破筋魔會把你們帶走。”小孩問：“破筋魔是什麼？”一個中年男人說：“破筋魔專抓壞小孩，把他們帶到山裡，是非常可怕的妖怪。”老人看着正跟一群孩子打鬧的中年男人，對秀樹說：“那白痴太沒用了，他也去過東京，結果灰溜溜的跑回來了，整個家族也就你一人成功留在那了。”顯然秀樹是這個家族成功的典範。秀樹看香奈乾坐着，提醒他去廚房幫幫忙，免得被說閒話。
香奈剛進去就被秀樹媽推出來了，她有些沮喪，想讓秀樹陪在她身邊，但秀樹要去看看外婆，看來她還是適應不了這種家庭聚會場合。漸漸的，大家酒越喝越多，中年男人直接躺在了地上，妻子去拉他，被他一手甩開。旁邊有個叔叔喝多了，對他老婆動手动腳的，大家看着也都只是笑笑。還有長輩批評中年男人，你真有心照顧家庭，就不會一事无成了。中年男人气急，跟他打了起來，這場面看得香奈一愣一愣的。走廊上，外婆指着黑暗裡說有人在叫他，可秀樹什麼都沒看見。外婆看着秀樹，卻不知道他是誰。這裡外婆演員的演技很好，她應該是有老年痴呆。在她的印象裡，秀樹還是當年那個小男孩，她用手比劃着秀樹還是小小的那個，所以才會覺得秀樹加先生很好笑。緊接着後面這個蒙太奇的手法也證明了這一點。秀樹媽正在給香奈看秀樹小時候的相冊，在相冊裡，秀樹媽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女孩。小时候秀樹天天跟她黏在一起，她問秀樹那個小女孩叫什麼，秀樹已經忘了。旁邊的大叔說，那個小女孩後來失蹤了，村裡流傳她被破鏡魔抓到山上去了，她爸媽也被殺了，那個老爸聽說是個人渣，也算罪有應得。秀樹睜開眼，發現自己回到了小時候，外公死前的那一天，肯定是在做夢了。他聽到有人在敲門。誰もいません。さくらも誰も。秀树醒來已經是晚上了，香奈不知去哪了，媽媽正在打麻將，說香奈那孩子有些陰沉，可能是家教的原因。秀樹沒有接話，獨自出門去找香奈。香奈正在抽煙，他坦言自己還是不習慣家族這件事。秀樹鼓勵他，你已經做得很好了。香奈還想開口，但秀樹沒有給他這個機會。比所有人預期的都要快，秀樹和香奈邁入了婚姻。婚禮上有同事吐槽，秀樹總喜歡出現在人多的地方，還有人搞不懂秀樹為什麼會娶一個這麼土的超市女孩，而且聽說秀樹還替女孩家還了一些債。在本應該是雙方家長發言的環節，秀樹卻請了公司老闆發言。老闆講着講着還宣傳起了公司的新品，而香奈這邊也請了超市老闆講話。不過他這邊情況比較特殊，父親在香奈很小的時候就跑了，母親又生病，不得已香奈高中就去超市工作了。超市老闆也是把香奈當女兒一樣看待。在超市老闆講話時，秀樹還專門去送了送自己的老闆，又是鞠躬又是感謝的。婚禮還有一個有趣的環節，是由喜劇演員演繹秀樹和香奈的相愛經歷。原來秀樹是靠死纏爛打才追到香奈的。香奈的媽媽覺得實在無聊，早早的離開了宴席。秀樹的死黨金田倒是玩得挺開心，他是大學的副教授，研究民俗學的，而且還單身，這絕對是婚禮上那些單身女性眼中的香饽饽。秀樹今天喝了很多，敬完一輪酒，好不容易可以趴一會兒。秀樹も呼ばれるで。だってあんた。秀樹醒來，正好看到香奈抱着客人的孩子，聖潔的光打在他和孩子的身上，秀樹瞬間熱淚盈眶，這就是他想要的家。這一段的剪輯很有意思，畫面裡先出現香奈和孩子，然後是秀樹做夢夢到兒時的那個女孩，最後出現香奈抱着孩子的畫面。這是一段典型的心理蒙太奇手法，將女孩和孩子聯繫在一起。後面我們會明白導演的意圖。一切都很順利，婚後不久，香奈就懷孕了。秀樹恨不得向所有人宣告這個好消息，他將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寫在部落格上。第一次看見寶寶的模樣，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他將自己的部落格命名為愛哭老爸的育兒奮鬥記，每天保持更新，還買了一大堆育兒書籍。他的目標是要成為一個完美的老爸。一個完美的爸爸當然要給未來的孩子一個完美的家。秀樹咬咬牙買了套新房子，視野好，位置好，樓下就是公園。他還邀請同事朋友參加喬遷宴。
因為同事高妮實在話太多了，秀樹惡作劇地將她鎖在陽台。這時秀樹的一個女同事短髮姐問香奈會不會害怕肚子裡有一個新生命，香奈微笑地點點頭。這邊秀樹又開始向眾人展示他的部落格了，裡面記錄了他和香奈一起參加育兒課程。他感嘆這種事情讓媽媽一人承擔也太奇怪了。周圍的女性朋友忍不住感嘆，這是什麼神仙奶爸啊。諷刺的是，在明亮的光線下，當秀樹在展示自己有多麼關心媽媽時，與之对比的是，廚房裡真正的媽媽還在昏暗的光線下幹活。這時同事高妮終於被放出來了，他問秀樹這個房子花了多少錢，秀樹可不想告訴他。场面突然變得很尷尬，秀樹推了推高妮，說他買房時經常拜託高妮和短髮姐幫他查一些資料。高妮連連應和，這才化解了尷尬。就在此時，不知從哪颳來一陣風，吹倒了酒杯。香奈立刻蹲下身清理，金田看到了也過來幫忙。秀树說不用，但金田還是堅持，畢竟香奈還是孕婦呢。高妮聽到孕婦，好像想到了什麼，他問秀樹孩子的名字取好了嗎？秀樹一臉神秘，他想賣個關子，等孩子出生了再說。房間裡牆上掛着各式各樣的紙紮符和平安符，這是秀樹的母親替小兩口求的。書架上整整齊齊擺滿了各種育兒書籍，只是看着有些過分的新。地上2個平安符不知被誰撕成了2半。秀樹靠在牆上，看着陽台上打情罵俏的金田與短髮姐，表情有些不悅。他正準備過去，身後香奈拉住了他，他有點不舒服。秀樹覺得他可能是太累了，讓他再忍一下，等聚會結束就可以休息了。最後一張大合照被秀樹上傳到了部落格，配上文字：寶寶，最好的同伴，最好的家已經為你準備好了哦。到這裡，電影一共展現了3場人物群像戲：外公13年祭、婚宴、喬遷宴。很多細節展現了日本現代家庭生活的畸形和社會結構的病變。在外公13年祭時，秀樹媽第一眼看到香奈，誇她像個娃娃。娃娃雖美麗無害，卻受擺布易操控。在秀樹媽眼裡，兒子只需要一個如娃娃般聽話的妻子，反正他兒子在外面能賺錢養家。這也是為什麼秀樹會找一個與他社會地位相差大又無家庭支撐的女孩做老婆。那香奈是怎麼想的呢？無論他怎麼想，他大概都沒有選擇的權利。從輟學去超市打工，到跟死纏爛打的秀樹結婚，不是因為多麼喜歡，而是因為秀樹是一個不錯的結婚對象，還能替家裡還債，哪能要求那麼多呢？這是日本現代家庭倫理觀對女性的摧殘。那對男人呢？我們看到秀樹老家裡的長輩對中年男人的評價是無法在東京立足的失敗者，哪怕他能跟孩子打成一片，只要事業無法成功，就是对家庭的不負責，就連自己的妻子也会被欺負。反之，像秀樹那樣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即是对家庭的負責。在這樣扭曲的家庭觀念下，我們試着去理解秀樹的一些行為。他從鄉裡奮鬥到大城市，同事怎麼開玩笑都不黑臉，老闆走時屁顛屁顛鞠躬感謝。他放下所有尊嚴和個人喜惡，去追求世俗上的成功，賢惠的妻子，穩定的工作。這樣看來，他確實成功了。可代價是什麼呢？鄉下的母親說他口氣像東京人，城裡的同事又覺得他假。現實生活中，他兩邊都不討好，所以只能瘋狂地在虛擬的部落格裡營造完美老爸的形象，獲取一點點的認同。可大家真的認同他嗎？當短髮姐舉手的那一刻，皇帝的新衣被短暫的戳破。注意看牛仔男臉上精彩的表情變化，抿抿嘴，眼神躲閃。作為同事，大家對秀樹的出軌心照不宣，又如何能真正認同這個所謂的完美奶爸了？那短髮姐真的是無意回答的嗎？我們回過頭看，她先是對香奈有意無意的試探：你害怕肚子裡的小生命嗎？或許正是他的害怕，才導致秀樹沒有跟他跨入下一步，走進婚姻。他靠在牆上，站在離秀樹最近的位置，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形象。香奈在位置上更像是他們的插足者。秀樹看到他跟死党金田打情罵俏，這是他臉上第一次掛不住，甚至要展開行動。而對於金田跟香奈的一些稍顯親密的接觸，他反而表現得很大度。後面的劇情裡，金田的坦白也能佐證這一點。既然短髮姐是有意回答的，那問秀樹房子價格的後輩同事高妮是無意的嗎？
注意，他才刚刚被秀树的惡作劇戲耍。在後面的劇情中，我們也能了解高梨對秀樹羈絆已久，只是迫於前後輩壓力，不得已替這個無恥的前輩擦屁股。這一場戲中，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日本社會之王的錯綜複雜及虛偽，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陰暗面。正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裂縫，給了波基摩侵入的間隙。高梨剛給秀樹打完掩護，波基摩就順着這個間隙成功入侵。波基摩給高梨記下了這一仇。另外，乔千眼裡多次出現了鏡子這一元素，鏡子能映射出被隱藏起來的人性黑暗面，秀樹有，香奈也有。正是從乔千燕開始，這個看似美滿的家庭逐漸崩壞。香奈現在對秀樹替他解決經濟問題還心存感激，也因為自己原生家庭的影響，對美好完整的家庭充滿向往，所以還能忍受秀樹既做甩手掌櫃又图完美老爸名聲的行為。等到他完全適應了现有的生活，又消磨光了对家庭的期待，就会迎來真正的爆發。這天秀樹正在上班，同事高梨說樓下有個叫知沙的人找他。聽到知沙這個名字，秀樹有些吃驚。下樓時他遇到了同事短髮姐，短髮姐告訴他前2天他跟金田約會了。秀樹心知肚明，他沒資格干涉，但聽到了還是很不爽。秀樹來到樓下，沒有看到來找他的人，他叫高梨下來，問他那人長啥樣，可高梨完全記不起來了，甚至都忘記了那人叫知沙。秀樹有些不爽，半開玩笑的拍了他一下。高梨在醫院躺了1個月才出院，醫生到最後也沒查明白病因。秀樹回家跟香奈講了這事，兩人都很奇怪，因為知沙這個名字只有他們2人知道，這是他們未來孩子的名字。不久後，小知沙順利出生，秀樹第一時間就在部落格上分享了他的喜悅。陪產假他只請了3天，上班時還跟老闆道歉，耽擱工作了。他感覺公司安靜了很多，原來高梨那個討厭鬼不在，他生病出院的還是上次的舊傷。下班後，秀樹去醫院看他，高梨的情況看起來很糟糕，他總是很渴，肩膀上的疼痛幾乎難以忍受。看着小知沙可愛的照片，高梨覺得太不公平了。像你這樣有老婆有女兒，還能跟公司裡的傻女人瞎搞，那我又做錯什麼了？要經受這種折磨。医者の言うことをよく聞いて、早く戻ってくんないと。でもお前がいないと暗いんだよ会社も。ほら飲み会とかも。お前ってうちのムードメーカーじゃんやっぱり。なんだよそれ。何アピールだよ。イラつくよな、そういうの。そんなことかけらも思ってねえくせに。ペラペラ嘘ばっかり。ひでえ言い方だなおい。ひでえのはどっちだよ。どっちですか。KTV 裡青春的氣息撲面而來，引得這群奶爸心潮澎湃。過去讓他們看看真正的男人是啥樣。看完老婆生孩子後，我已經不把她當女人看了。奶爸們聚在一起，盡情的口嗨吐槽。憑借部落格裡的美好人設，秀樹成了朋友圈裡寶媽口中的別人家的奶爸。前幾天知沙生病了，秀樹也能保持冷靜，快速處理，簡直就是奶爸之神。與部落格裡的美好不同，秀樹家裡一片狼藉，香奈把門反鎖，完全拒絕溝通。秀樹無奈地看着知沙，他睡得香香的，不知道在做什麼夢。而爸爸的夢想是，秀樹還沒想到就進入了夢鄉，在夢裡他又回到了小時候。ほら、秀樹なんかいいな。
波吉摩盯上了自己的女兒，這是秀樹最害怕的。第二天，他約死黨今天吃飯，知道對方是研究民俗學的，並問他有沒有什麼路子可以驅邪。之前我那個同事高尼被什麼東西咬了，在醫院躺了1年多都沒救回來，現在波吉摩又找上我了。哪有什麼波吉摩呀？今天不屑地說，我研究過很多有關波吉摩之類妖魔的傳說，這只不過又是一個人類的謊言。人們總習慣把自己的錯怪到妖怪頭上。以前在貧窮的鄉村，虐待或丟棄自己的孩子是很平常的事，往往越貧窮的地方就有越多關於妖怪的傳說，這些都是借口。父母殺了或棄養孩子，最後全推到妖怪頭上。见今天不信，秀树拿出一個袋子，裡面全是破碎的平安符。如果波吉摩不存在，那這些符是誰弄碎的？那天秀樹下班回家，看到地上全是破碎的平安符，家裡一片狼藉，老婆女兒蜷縮在角落裡瑟瑟發抖。這時電話突然響了。今天这才相信秀树不是在開玩笑，很快他就將朋友野崎介紹給了秀樹認識。今天認識野崎的前女友，知道這家伙是個人渣，但是個靠譜的人渣，啥事都能解決。野崎現在的女朋友名叫比嘉真琴，出生驅魔世家，現在出來單飛，暫時做陪酒小姐。看着小紅毛真是驅魔師嗎？穿着粉內褲，肚子上全是疤，秀樹的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放。無論怎樣，先試試吧。他將所有的情況都跟真琴講了一遍，他想知道這東西是怎麼找上他的。真琴告訴他，就像感冒怎麼得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怎麼解決。他握住秀樹的手，口中默念咒語。他來自遙遠的地方，經常出現。突然他好像感覺到了什麼，挠了挠頭，責怪自己怎麼這麼笨。他將其他人全部趕走，說要跟秀樹單獨談談。在等待的時間裡，今天和野崎閒聊。今天一直不明白野崎為啥要跟前女友分手，那麼好的一個姑娘。就在這時，秀樹氣呼呼地衝了出來，口裡還罵罵咧咧的。ちゃんと奥さんと子供に優しくしろって。あ？そうすりゃ来なくなる。ふざけんな！あんなガキに言われたくねえんだよ。こっちは必死で秀樹よ。必死で家族守ろうってして。だってさ、私バカだから言い方とかよくわかんないし。気にすんなよ。本当のこと言われてキレるんならそれはそいつがバカなんだよ。それともう一人いたじゃん。ああ、津田さんか。うん。あの人なんか。なんだよ。なんかちょっと。晚上秀樹遲遲不想回家，他打開部落格，上次寫了一半的爸爸的夢想詩，他還是沒有想好。他有些氣餒，沮喪地回到家，跟之前死氣沉沉的氛圍不同，家裡久違的出現了歡聲笑語，是野崎和真琴，他們怎麼來家裡了？真琴看到秀樹，誠懇地向他道歉。他說他不想就這樣結束，想親自看看現場，所以以朋友的身份過來了。看着知沙臉上的笑容，秀樹哪還有什麼怨氣？就這樣相處了一段時間，波吉摩再沒有出現過。這天，野崎和秀樹在公園裡閒聊，聊起了孩子。野崎覺得孩子既噁心又麻煩，誰愛生誰生。可秀樹認為，就是孩子的麻煩才會讓人覺得可愛，覺得被需要。野崎反駁，他見過那些溺愛孩子、給孩子穿名牌、在朋友圈顯擺的，結果卻把孩子虐待致死。通過這一段鏡頭可以看到，兩人一開始是遠遠坐着的，這說明兩人之間依然充滿防備。但在聊到孩子時，長焦鏡頭製造了距離錯覺，讓兩人看起來緊密相鄰。其實某種程度上，這兩人挺像的。後面我們會知道野崎跟前女友分手的真正原因。野崎喜歡孩子，卻害怕承擔責任，所以讓前女友打掉孩子，卻成了他的夢魘。秀樹也喜歡孩子，但他只喜歡那些適合寫在部落格上的美好瞬間。至於養育孩子中的噁心與麻煩，全都推給了香奈。站着說話不腰疼，才會說什麼孩子的麻煩會讓人覺得可愛。回到劇情，野崎突然接到真琴電話，波吉摩來了，兩人匆匆趕回家，真琴還在苦苦支撐，他一聲大喝，終於趕走了波吉摩。這時他接到一個電話，是姐姐琴子打來的，讓他把電話交給秀樹。田原さんですね。はじめまして。誠の姉です。
率直に申し上げます。あなたに近づこうとしているものは凶悪です。正直、誠の手に負える相手ではありません。未熟なくせに中途半端に力を使ったことで、かえってあれを刺激する結果に。愚かな妹に代わってお詫びします。あれって。強い意志であなたとあなたのご家族を狙っています。なんでなんです？なんで俺んちがこんな。わかりません。わかる必要もない。大事なのはどうしてではなくどうするかです。秦子讓秀树去陽台上看看，肯定有什麼奇怪的植物或者昆蟲。果然，秀樹在盆栽裡看到了一大堆毛毛蟲，他讓秀樹把這些毛毛蟲燒死。這時那玩意呼喚來的幫手，現在能做的也只有這些，因為他手上還有幾個大案子，無法親自趕來。但他已經叫了一個經驗豐富的靈媒過去幫忙。靈媒約秀樹和野崎到一家中餐館見面，剛見面，靈媒就感應到他要來了。緊接着，秀樹的手機鈴聲響了，靈媒讓秀樹不要回答他，讓對方講就行。爸爸。秀樹、ねえ秀樹、あんた、秀樹さん、秀樹さん。死んだ、そうです。営業の田原ですね。はい。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津田さんの件といえば分かりますか？他人の声で喋ってます。あれが。イラつくよな、そういうの。ペラペラ嘘ばっかり。何やってんの？それで父親って。ひでの犬はどうだ？人が集まるとこしか閉じしなくて。いつまで主役感出してんの？結婚してやったのに。偉そう。だから一人産んだくらいで。お前なんか家族の何が分かるんだよ。あんなクソみたいな母親に育てられたくせに。言ってないよ、俺はこんな。言ってないけど思ってたとか。違う、女を喋らないで。もしもし、怪我人です。すぐに海落ち商店街。中華です。中華。秀樹還是回答了，被破巨魔鎖定了位置。靈媒替他扛了這一擊，他這麼快離開，肯定是去秀樹家了。靈媒強忍疼痛，讓秀樹趕緊通知家人。秀樹打了個的士，車上他給香奈打電話，讓他帶女兒立刻離開家。現在家裡沒人了，那他也不用回去了。這時他又接到一個未知電話，是秦子，他讓秀樹暫時不要跟家人見面，因為他的目標是你，你會連累家人的。為了你的家人，你現在要立刻回家，作為誘餌，剩下的就交給我。秀樹的內心還在掙扎，他想起他寫的部落格，關於爸爸的夢想。爸爸的夢想不就是家人平平安安嗎？這麼簡單的道理，我怎麼會寫不出來？秀樹下定決心，按照秦子說的，做誘餌引破巨魔出來。按照指示，他將水倒滿盤子，擺滿放在走廊上，把家裡所有的刀以及尖銳的物品藏起來，再將鏡子全部砸碎，最後開門迎他進來。然而這都是破巨魔的陷阱。秀樹最後承擔起了一個父親的責任，但是太晚了，他痛苦的死去。死前他終於想起了兒時那個小女孩的名字，她叫智莎。在婚禮上，他夢到了小女孩智莎，睜開眼就看見香奈抱着孩子，在潛意識裡將智莎與孩子聯繫在了一起，所以給女兒取了這個名字。破巨魔也是通過名字標記了秀樹的女兒。破巨魔是那些枉死兒童怨念的集合體，他通過秀樹與香奈之間的裂痕潛入秀樹家，找到了智莎。智莎接受了他，用自己的孤獨與憤怒滋養破巨魔。破巨魔則以智莎的意願行事，他像小孩一樣一直在觀察學習，然後模仿。那些枉死的孩子害怕父母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和那些對他們造成過傷害的物品，即使變成了強大的妖怪，也無法面對鏡子和尖銳物。每一次破巨魔現身，都會出現毛毛蟲
就像那些孩子醜陋令人厭惡，他們只顧自己玩耍，不管什麼場合，因為他們是壞孩子，所以無法變成美麗的成人。他喜歡水，水是生命之源。他在汲取一個人的生命力時，對方會抑制不住的口渴。最開始他只對給秀樹打掩護的高梨下手，並沒有直接傷害秀樹和香奈。他討厭那些平安符，撕碎他們，警告秀樹和香奈。可秀樹到最後都不願承認自己作為父親的失職，還找了靈媒想消滅他。他跟那些傲慢的驅魔師一樣，只要快速解決問題，而不願面對問題產生的根源。這一次他對秀樹徹底失望。既然你喜歡在部落格裡扮演完美奶爸，身體從不行動，那腿要是幹嘛？乾脆斬去吧。另一道這全是以秀樹的視角展開的。現在秀樹已死，視角開始轉換，從香奈到野崎，再到最後的驅魔大戰。一邊是無數枉死孩子怨靈的集合體，一邊是由神道、佛教、巫女、雅樂、超來組成的100人驅魔團隊，到底誰能贏？我們下周再準時奉上來了下。好了，如果覺得阿孔的解說有那麼點意思的，還請多多關注。恐懼殺死8位，我們下周見，拜拜。